来，给你。啊。怎么了？咱们自东南向西走，每年10月大雪封山之前，都能遇见那些不怕死的雷州商人，赶着运红花、吉贝和麝香进江南。按说今年黄泉关共有13万人马过冬，胡库人也不会拣这个时候来啃硬骨头。汉州的路上该更安全才是。可是这一路上静得出奇啊！祝念人、尼华罗人、南皮人一个都没有。你的意思是，胡库人已经到了黄泉关？他们要是攻打黄泉关，我们过双环城市就该有消息。可是这个世界，戈壁沙漠里所有的祭泉都该干涸，除了走毗罗山域沿河一带还有水草，其他地方都光秃秃的，又险峻无路。他们不闯黄泉关，那还能去哪儿呢？下雪了。这才9月末，这边竟下雪了。冰川，下雪了。他们是从冰川上来的。冰川？那里人可以通过吗？这几年来，冰川多少有所消融。天气变暖，冰舌与岩石之间那些数丈深的深下，渐渐被水携泥沙填补。冬季再冻结起来，就平缓得多。但是，这样的话，冰川便容易滑动崩塌，根本无法行走。若是震动太大，还会引动山上的雪崩。因此，咱们在冰川前的水井屯才驻扎了不到2000人马。可是今年，汉州8月末就下了雪，胡库人那边怕是9月，不，8月底就被雪埋了草场。这么几十年一遇的寒冻天气，冰川都被冻得结结实实。除了走毗罗山域和黄泉关以外，这冰川就是最好的一条大路。再加上地势崎岖，容易遮蔽人马。换了我是胡库人，我也宁愿走冰川。他们带的粮草定是不够的，所以一定会去掠夺。是。从冰川出来后的20里便是水井屯，那里驻军不到2000，屯垦的百姓也只有2000多人，东西来往的商旅全在那里补给。咱们现在离黄泉关250里，离水井屯170里，还压着13万人过冬的口粮。张大人，你先押粮回营吧，我带人去水井屯。你这是出阵，又没个人带领，这为何要人带领？我们几个跟着大哥便是了。对，我们跟着大哥便是了。张大人，13万人的冬粮都压在你身上，自然不可分身。但这水井屯也不能见死不救，都是大征的将士，不能伤了军心。粮草要紧，还是先返回本营，再派人前往水井屯。到了营里再派兵，就怕是来不及了。李副将、郑副将，末将在。你2人率2000人马，听从方大人调遣，前往水井屯救援。是，我们一同前往。还有我们。张大人，我去了。走。所有人，准备出发。明晚天黑之前，一定要赶回本营。师傅，黄泉营新军的消息到了。新军已经到达了汉州的戈壁，再过2日就到黄泉关了。总算要到了。黄泉关那边有什么异动？师傅，现在那边并没有新的消息。汤将军，汤将军，水井屯战况如何？那些虽是胡库散布，但为数不少，且突然袭击加上下雪，消息来迟了。主营刚刚得到消息，正在谋划。只是按照胡库人的疯狂程度，这会儿水井屯怕是已经被夷为平地了。再者，沿途道路冰川结冰，其他消息还尚未送达。
若胡库人是声东击西，主簿意在袭击黄泉营，黄泉关怕也是一场恶战。如此，便只能弃车保帅，放弃水井屯，先守住黄泉关了。大征国土，寸土不让，更何况有2000驻军。方大人前往救援去了，倘若放弃，损失重大不说，日后谁敢去水井屯屯兵？谁敢为大征守边效力？张大人所言极是，可黄泉关与水井屯孰轻孰重，应该不问自知吧？更何况水井屯与黄泉关相隔甚远，即便现在狂驰前往，剩下的恐怕也只有废墟了。不必争了，汤某觉得张大人说的对，大征国土，寸土不让。本将军立刻派2名副将率其部众驰援水井屯。汤将军，这报！禀报将军，哨兵传来消息，有一路人马向着营地方向疾驰而来。可曾看清所属？打着大征的旗号，为首的是一员小将，看穿着应该是参军。是方参军。张大人，怎么样？水井屯的胡库人暂时退了，3200多胡库人逃了大半，其他的不肯降，好不容易留下20多个活口。现在水井屯的人正在忙着掘壕沟，守备不足，还想回来讨些人手。汤将军，这位便是方参军。方大人年少英勇，我与他在居北镇见过。黄泉营参军方海士参见汤将军。陆副将、陈副将，在。你2人即刻率所属前往水井屯，驰援水井屯驻军形势。是。汤将军，水井屯形势紧急，末将也可以一同前往。有陆副将和陈副将就够了，待到壕沟挖好，冰川这一条路也算是堵上了。你不必再去水井屯，就留在营中，关上正是用人的时候。汤将军，整日奔驰作战，还请将军为我后面马上要赶到的兄弟们准备些汤食，尽快疗伤。方参军虽然年轻，忠勇善义，却得到青海宫的真传。来人，为这些兄弟们准备汤食、诊治。是。就那么点伤，还叫呢？这么戳你，你不疼啊？你不疼啊？瞧人家水井屯的小样，我怎么了？啊？我什么样啊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？我也受伤了，我。诸位，汤将军来看望大家了。汤将军，方大人，不管伤势轻重，一视同仁。这些都是为大征国土洒过鲜血的人，日后还要为大征效力，不可轻待。是。伤口或许会很疼，但过去这一道关口，便是顶天立地的汉子。将军说的是，这水井屯确实是一道关口。若不是因为我们大哥英勇无畏、战术得当，我们几个人死在那儿也就罢了，就怕连这水井屯也失守了。这次多亏了大哥，我们才捡回一条小命。谢大人，谢程大人。哎，将军，我们大哥安排了3路夹击之策，只给敌人留了1个出口逃跑，率领军民一起打击。诸位可以想象一下啊，这胡库士兵怎么能抵挡住咱们3路夹击军民联合呢？那根本就是不可能啊！对，果不其然，就从大哥给安排的那一条唯一的退路给逃跑了。就在他们准备逃跑的时候，只见大哥是身影一闪，直接落在了那西门的土墙上。再翻回头看咱们水井屯，恨不得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旌旗招展。
将军，总之，我们是在大哥的带领下，赶走了胡库人，夺回了水井屯。我看你啊，打仗是没那么生龙活虎，这会儿倒绘声绘色了。你呀，就不该来参军，应该去说书。不是，我怎么了？不是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呀，是不是？对啊。若不是事实啊，早就把你嘴给堵上了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。好，方大人英勇，诸位也都是热血男儿，军中精英。我已分派了伙头，杀了羊，做了饭，今夜为大家接风，庆功。好。这关外气候寒冷，眼下冬季将至，是1年之内最难熬的日子。只有这些粗粟麦、羊肉和酒，全当为诸位接风洗尘了。方大人，还多亏了你，当断则断，飞驰前往水井屯救人呢。水井屯兄弟损伤过千，末将心中委实难受，怎经得起将军这样称赞？胡库人的凶残和暴力有目共睹，能保住水井屯的驻军和百姓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边塞战场，人如草芥，个中荣辱，天地共治。来，干！请。怎么，不舒服吗？方大人年轻出阵，战况又如此惨烈，一时反胃也是难免的。当初大家都是这个德行，久了自然就好了。那是，日后还要仰仗像方大人这种年轻勇猛的将领上阵杀敌，击溃胡库，要尽快熟悉起来才好。谁天生杀过人呢？我初见方大人时，只听别人称呼他方小公子，看上去身量中等，容色堪称秀雅，不似战将，倒像是个幕僚谋士。没想到这一打起来，竟如此勇猛，让汤某刮目相看呢。汤将军过誉了，是大家共同努力，所以才能击退敌军的。果然有刘商方氏的家风。刘商方氏这一代家主，青海公方建明，14岁便领军作战，驰骋于2军之中，6军必役，叫敌将折剑。当初经闻他病逝的消息，汤某还感叹良久。没想到青海公竟然还活着，真是世事难料，天命叵测呀！你到达黄泉营之后，必须要全力护卫汤前字，如同护卫我一样。一旦我在都中给你寄信，无论内容如何，尽快杀了他。来，喝酒。可不是嘛，天命叵测。方大人，你殿选第3，必是曾入宫面圣的，陛下可安好？陛下很好。那昶王殿下和淑容妃可安好？都好。听闻昶王每日最新在养育他的鹰隼，淑容妃进宫以后生了一次病，不过很快就好了。都好就好，都好就好。